他是 J-Pop 的教父，是打造了木村拓哉、SM、AP 等无数国民偶像的造神者。他也是一个恶魔，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以出道为诱饵，侵犯了上千名渴望成名的美少年。但最可怕的呢，不是他的罪行啊，而是日本全社会长达半个世纪的集体沉默。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男人是如何将自己活成了日本的法外狂徒的。故事的开头啊，充满了梦想的味道啊。上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做约翰尼·喜多川的日裔美国人呢，回到了日本。他发现啊，当时的日本呢，娱乐产业啊虽然说发达，但缺少一种能够让万千少女疯狂的男性偶像模式。于是呢，一个庞大的偶像帝国吉尼斯事务所拔地而起。喜多川这老爷子啊，眼光有多么毒辣呢？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定了东亚的男偶像的标准。从70年代的香玉美到80年代的少年队，再到90年代的 SM、AP 等等等等，他打造的啊不是明星，是国民的信仰。在鼎盛时期啊，吉尼斯事务所呢几乎垄断了日本所有男性偶像资源。毫不夸张的说，你打开电视啊，从周一到周日啊，黄金档的日剧男主啊，这综艺主持啊，广告代言啊，10个里边得有8个都姓杰尼斯。喜多川成了那个能够决定所有美少年命运的教父，而他选拔美少年的方式呢，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不需要你去参加什么海选啊，他只需要在电视上或者杂志上啊，甚至是马路上看你一眼，只要他觉得你有潜质啊，一个电话你就能进入杰尼斯预备役。这是多少日本男孩都梦寐以求的登天之路呀！然而呢，他们不知道的是啊，这条路的门票价格是多么的昂贵。喜多川的帝国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啊，他会在周末把他最喜欢的那些个练习生叫到自己的公寓里合宿。表面上呢，这是教父才亲自指导，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选妃。这在杰尼斯内部呢，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啊，甚至是被扭曲成了一种荣耀的象征。如果你没有被这个喜多川叫过去过啊，那就说明啊，你离出道还远着呢。这份令人作呕的潜规则，像是一个幽灵笼罩在杰尼斯大楼上空，长达半个世纪。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大规模、这么长时间的犯罪，为什么没有人去管呢？难道整个日本社会都瞎了吗？这才是这个事件背后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你以为没有人报道吗？错了啊！早在1999年呢，日本最著名的八卦杂志《周刊文春》呢，就曾做过长篇报道，详细揭露了这个喜多川的罪行。结果呢，喜多川反手就把《周刊文春》告上了法庭。这场官司打了好几年啊，直到2003年，法院才做出判决，承认喜多川啊对少年们的行为呢是属实。但是讽刺的是啊，这个惊天大瓜在当时没有激起任何的水花。为什么呀？因为没有一家主流的电视台、报纸啊敢去跟进报道。原因很简单，喜多川呢垄断了收视密码，在新闻正义和广告收入之间呢，所有的日本主流媒体啊都是极其默契的选择了后者，他们成了喜多川罪恶帝国最忠实的守门人和帮凶。那为什么上千名的受害者也选择沉默呢？这里呢咱就得聊聊一个心理学概念啊，叫做权威服从。喜多川掌握着你是否能够出道啊，能否成名的这个生杀大权，他对你好，给你买昂贵的礼物，让你上电视，但是同时呢，他也在用一种恩赐的姿态去伤害你。这种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 PUA 手段啊，让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男孩呢陷入了巨大的认知混乱。他们甚至会错误的认为啊，这就是成名路上必须得支付的代价。敢反抗吗？反抗的下场就是立刻被雪藏，永无出头之日。在成为下一个木村拓哉的巨大诱惑和一辈子当素人的恐惧面前呢，价值观尚未构建完成的男孩们呢，几乎都选择了沉默的纵容。这种利用权力和资源在行业内进行剥削的剧本呢，也发生在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身上。这韦恩斯坦呢，同样是利用自己啊在奥斯卡和电影圈的巨大影响力，在几十年间啊将魔爪呢伸向了上百名的女演员。但是两者之间呢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啊。这韦恩斯坦的帝国呢最终还是被推翻了，但喜多川呢，直到2019年啊，87岁的他呢中受正寝，都未曾受到过任何法律的制裁。直到喜多川去世之后呢 ，BBC 呢播出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才终于将这件事放到了明面上。于是呢，那些个受害者嘛开始召开记者会，就连联合国的全理事会啊都派人来调查。那些曾经装睡的日本媒体呢，才开始铺天盖地的去报道这起旧闻。而杰尼斯事务所呢，在铁证面前呢，也不得不低头啊。现任社长也就是喜多川的外甥女藤岛朱莉晴子出来鞠躬道歉，辞去了职务。公司也改名，并没有向受害者呢提供赔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偶像帝国轰然倒塌。所以你看啊，这场杰尼斯之耻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变态老头的个人罪行，而是一场用媒体的懦弱、司法的缺位和整个社会的集体纵容共同喂养出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怪物。而那些曾在这个怪物阴影下被吞噬、被碾碎的美少年们，他们呢被偷走的青春和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又该由谁来买单呢？